秃鹰是否打垮了美日联盟呢？因为他们要拯救日元哦，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任务完全失效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包括了现在日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像是进口成本暴涨，日企现在狂哀嚎哦。另外，东京的房地产沦为外资的猎场，高市早苗这个时候压力也非常的大，要救民生哦，这个物资一直上涨，说要降食物税，看起来也没效，支持率创新低，跌至53%。好，今天我们会有深度的剖析。先来看这一场日元保卫战，大家认为是不是踢到铁板了？如果您认为是，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不会，留言写2。我们来一起做互动。回顾一下今年7月，日币是一度贬到接近是164比上$1，结果我们先前不是做了报道吗？美日联手就是要开始来拯救日币，确实当时看到日币一度有反弹，大约幅度达到5%，结果呢？为什么啊？到8月10号这一天又贬回去了，达到了159.29，重新吐回当时美日联手要去救日元，大约是1半的涨幅。现在呢，企业真的就是很担心，会不会日币继续的贬值呢？日本企业内部其实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认为呢，20%的企业说最好的价位就是大约是落在120到124日元兑上$1，跟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数字159，真的是差得非常多。他们认为说这样子企业跟民众啊，可以说是苦哈哈。确实，我们看到立刻对于产业界还有对于民生的冲击，在日本内部已经开始一系列爆发。首先看到优衣库的母公司已经宣布了，受到日元走贬的影响，成本大受影响，所以预计呢，即将到来的秋冬商品就会开始做价格上面的调整，涨幅大约是落在4%。三菱电机同样也是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过去他们靠着出口赚得饱饱，但是呢，他们现在不这么认为了。他们的财务长是这样说的：弱日元不代表日本的经济就可以一切的顺遂，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还是长期靠着能源跟原物料、食品来进口的，所以呢，你现在这些进口的成本大增的话，是压缩日本人的内需啊，那内需不就变弱了吗？再来看到是三井物产还有三菱商事，他们也这样说，他们认为剧烈的汇率的波动影响了企业对于未来获利的预测跟他们投资的决策，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再来看到日本的贸易了，虽然我们看到进出口都有增幅，都有一个大约落在20%左右的一个增幅，但是最后来算起来，日本的贸易仍然是呈现严重逆差的，达到了4000亿日元左右的一个金额。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尤其小老百姓现在也非常的压力很大，吃的、用的、穿的全部都开始涨价，那压力现在也就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身上了。他说：“好啦，那赶快，我们呢马上要来降食品的消费税，从8%一口气降到1%，而且最快2027年就可以上路了。这样子也可以救回他现在低到不行，创史上最低只有53%的一个民调吗？”这个要持续的做观察，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首先是为什么日元干预了，日美都干预了，还是守不住？接下来对于日本这个日币不断的贬值，对于民生的压力，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嘛，这个优衣库啊，日本家庭的薪水，还有很多企业都开始抱怨，这个对他们的重击又有多大呢？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日本这个日元不断贬值的问题哈，有2个根本因素，这个现在日本都没有办法解决，这2个根本因素都是怎么样？就是 beyond control， 就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控制不住。第一个，它跟美元的利差太大，对，所以这个套汇的话，让日元承受很大的压力。大家就是说，等于说这个卖日元买美元，对，去套那个利差，美元大概现在可以拿到将近4%吧，日元这个汇率大概只有。它的这个利息只有这个1%，所以利差差3%。这个对日元是形成沉重压力了。对，哎，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这个问题的关键问题就没有抓到，哎，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没抓到。可是日本政府已经它的国债已经是它的 GDP 的那么2.6倍了，所以呢，这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日本现在政府这个欠债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你要增加利息的话，那日本政府的财政会垮掉。而且日本还有一个大家还不太，他们最近不太提的，最近几年不提的，
日本有25家叫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就是你这个产官学一体搞出来的，对，它都依赖什么政府的政策，甚至这种低利率，那么它能够存活。现在是1%的利率，它还债的时候它还不会吃力。你如果说你要提升你的这个利率的话，那一大堆日本的僵尸企业25万家倒一半的话，那就是连锁效应，对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几乎致命的打击了。那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没办法解决。第二个，这种所谓的汇率是反映它的经济的基本面，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很差，没有竞争力啊，新的产业几乎全部空白。日本人睡觉睡的不是，知道他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觉了20-30年。被美国人欺负的时候又不敢还手，美国把他的这个所谓的芯片产业打光了，对，交给了，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韩国跟台湾的兴起，让日本在这个方面扮演极不重要的角色。那你说这些芯片制造有日本的吗？日本还靠我们台积电呢。没有台积电，它现在还没一席之地了，靠的最后只有什么光刻胶。那你有 HBM 吗 ？HBM 都是韩国的。对，所以那逻辑晶片对不大部分是我们台积电的，日本有厂吗？日本没有。那另外一方面，新能源方面、应用方面没有啊。新能源汽车的话，你有吗？而日本今年上半年，去年1年才卖了400万辆车，今年中国大陆上半年就已经超过700万辆，就外销。所以它的这个市场都不断的萎缩，也没有新的产业。那 AI 你有听过日本吗？日本有什么大模型？没有吧？没听说过。所以日本是经济是一片问题，再加上人口老化，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愈振乏力。而日本经过失落30年的时候，它的产业非常不敢投资新的。它基本上它是希望怎么讲？它赚钱要干嘛？不是扩展新的，是赶快去还债。所以呢，他们很在乎是利率，所以就日本经济这个结构性问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那变成就是说，美国出手救一下，你能慈禧救吗？只能救急，不能救穷。日本是穷，日本不是急，所以呢，穷的问题还真的没办法。所以现在回到快160了嘛，有很多人就看到大概170也为时不远了。好，现在也包括了这个内需不足，还有这个债务的问题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现在外资现在包括了日本媒体都很担心说，反而是都是外资在买日本它的一些建物包括了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相关统计，在2025年上半年居住海外的台湾买家在东京23区竟然是购入了192户的新建公寓，比前一年还要多出了80%。这个资金很多都是来自于海外的，不断的去买东京的房市数字创下新高。日本媒体说，东京可能已经变成全球资本眼中的一个重要猎场。现在是外资在这边大捡便宜吗？上次哥怎么看对于日本的影响？好，今天主要就是日本贬值这个状况来讲，并没有真的结构性的改变啦，所以日本的里面的东西，如果就外币，你拿美金，你拿台币，你拿韩元，你拿人民币去买，就是便宜嘛，它就是真的很便宜。那先前其实有包括统计房子，就是大概跟去年初的时候相比，大概就少了最高可以少1/3那日本的房子你说也是几千万，当中少1/3，你可能就已经省了上千万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的概念。也因此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可能9月、10月的时候，日本的包括观光客到那个地方会有出境税然后你那个 duty free 的部分，以前你在美妆店里头就把你扣掉了，未来你就要辛辛苦苦到机场去退，有很多的麻烦。那基本上它就让你这个外国人来觉得日元很便宜，乱消费这件事情，它还是帮你设一些门槛，然后抬高了很多的要缴日本的这些规费。但会影响到大家去日本买便宜货吗？我相信不会的。不过我觉得我回过头来还是要看一下日元我想日元现在是这样的状况，在7月30、31号美日联合干预，这个还是这个很重要的一天。当天美国出了100亿，日本出了大概770亿左右，大家联手干预。当时其实是从原来我们知道163贬的163.8，这股点一下子就是升值了大概8.6元。历经10天，
现在又回去又回贬了4.1元，一半就没了，就这1000年的钱就一半就没了。好，但是我们现在在关心这个部分是慢慢的又贬回来，但是其实美国不是出重手吗？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在观察，是不是这些所谓的国际秃鹰，还是这种投机的钱，还是不相信这些美日干预的效果？要知道，不是说的干预的时候，日本就贬嘞，它干预是一个介入，可是日本央行还没有升息啊，所以真正的要稳定还是要等到升息。不过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日本照现在的状况，因为作为日元便宜套息交易，你钱都去存美元，你就可以赚3点多趴，甚至最多到4点几趴。而且日本的银行、国际银行都在做，也不是只有投资的这些秃鹰。大家现在关注的是这种空单。要知道，在国际期货当中，美国这个期货交易委员 CFTC 就其实在紧盯，因为为什么日本会贬？就是因为人家买外汇的日元期货看空嘛，在美日还没有出手之前，很恐怖空单是13.8万张，7月31号那天出手之后，瞬间少了一半，6.8万张。那现在呢？可是那个8月4号之后，这个美国这个 CFTC 没公布，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空单又回来的，但是外界就没有资料，不知道。所以这个影响性，我认为是现在至少就这样子回贬的状况，我认为投机性还在。那这个概念最后怎么来看待这一波，到底怎么回事？我认为很简单啦，就2个。第一点就是说，现在在投机的或正规的日本银行、正规的投资的，都在测试日本或包括美国的官方底线。好，你现在出手，你是底线吗？你只是威吓一下市场，但这个底线在哪里？大家还在测。第二个，我认为就刚刚讲，釜底抽薪没有别的啦，就是央行宣布升息，日本所有日元永远的这个利息涨，然后全世界在外面的这些流动在赚差价的日元被迫要全部回到日本，你才有可能日本真正的恢复生存之后的稳定。那当然过去认为是10月，但是现在都认为应该9月。所以如果9月日元的这个升值，就包括它的升息之后，我认为对全世界，包括美元，包括各式各样的货币，包括台币，包括去观光的这个钱，9月之后10月如果去日本玩，可能成本就要高一点了。好，那如果真的9月份的时候日本升息的话，日本接得住吗？因为他们现在债务非常的高占 GDP 的250%到260%左右。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日本政府手上还有什么的招呢？黄舰长怎么看？其实他不是说他有什么招，而是这个金融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它，而且这些因素里面通常是你拉这个下来，你拉那个下来，它很难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点。那一个国家到底有哪一些机构啊或什么能够影响这个国家财政呢？第一个当然最主要是央行，央行它可以管这个货币流通，它可以限定每一个银行你的存款多少人贷出去，它可以决定升息。这个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像川普不是说升息降息，你不是那个 FED 的那个总裁根本不听他的这是一个你知道，政府归政府，央行归央行，央行管的是金融这个次序。那政府管什么呢？政府是一个行政单位，它在管的是收跟支，花钱。如果我现在的财政状况不好，基本上我就是开源节流，怎么样去能够增加一点收入，减少一点支出，这是政府在做。这2个单位通常不一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比说现在央行说我们日元这个实在是太弱了，那我升息，我增加这个日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持有力，然后很多人来买日元，我升息了嘛，这时候会怎么样？消费会下降，因为有钱了嘛，就是我存进去就好，那我不要去花钱，好，消费会下降。反过来讲，那政府他关心的是民生啊，好比说政府觉得像高市觉得现在日本的人民的生活非常不好，那我怎么办？我就可能减税，加些补给，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消费，这个消费就增加。你会发觉，刚刚央行的政策跟政府政策是违背的。它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是一致的。就是说，央行跟政府有时候还在唱反调，如何取得平衡比较困难。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
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